大家好，我是扫地僧。之前有一个被封杀的明星曾经说过，他家里面的水啊都1000块美金了，而这水跟我们平时喝的味道一点区别都没有啊。那么很多人都笑他是疯子，有的说他炫富。但你知道我当时想什么吗？为什么人家的水可以卖这么贵，还有人去买呢？你知道吗？中国有一个人的财富一度就超过了马云，而这个人也是卖水的，他的品牌叫农夫山泉。那么如果我们知道这背后赚钱的秘密，创业是不是真的很简单呢？最近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去研究元宇宙和 NFT。为什么一个头像、一幅画、一个短片可以卖几千万美金呢？网上很多人都解释过 NFT 的价值是去中心化，比如一张图你分享到群里，然后被广传，结果就是我们很难找到第一个把图分享出去的人。而 NFT 因为有 blockchain 的加密技术，那我们就可以找回记录，知道谁是第一个分享的人啦。那么这种说法呢，是完全不能解释为什么能卖这么贵的，因为这只是说了 blockchain 这技术的价值，就是解决现在互联网上最大的问题，也就是版权嘛。但是这加密的技术现在基本上是没有成本的，换句话说，每个人都能够把自己的作品加密，都能够负担得起。那么很多人呢，都把图片加密之后再拿去卖，结果怎么样？当然卖不出去啊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是不是只有那些艺术家和作家的作品经过加密后才能卖这么贵呢？我能这么问？答案当然不是啊。有很多人只是把自己的自拍照放上去，过几天就收了几百万美金回来啊。这难道只是运气吗？梵高和毕加索同样是出名的画家，一个是富死，一个是穷死，难道这也是因为两个人的运气不一样吗？我告诉你，所有能靠 NFT 和艺术品致富的人呢，他们本质上都必须是一个出色销售员。网上很多人都说 NFT 和元宇宙是骗局，是割韭菜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没靠这东西赚到钱嘛，他们不是持份者嘛，得不到的就给掉嘛，这就是人性。而大部分的人呢，也没因为 NFT 赚到钱，所以就选择相信他们的话。当你看着有不少的人都在 NFT 赚钱的时候，你自己心里面又痒痒的，对吧？我笑了，虚拟的东西就是骗局吗？就没有价值吗？那么各位男生，今天开始不要打游戏了，女生不要看电影、电视剧了，你 OK 吗？如果虚拟的 NFT 真的没有价值，那么那些身价几个亿以上的大牌明星，为什么又要去代言呢？你想，如果 NFT 真的崩盘了，他们就名誉扫地了，难道他们就真的只赚你一次钱吗？然后就跑吗？所以这些价值过亿的明星能推一样东西呢，成本是很大的，因为一旦真的崩盘了，会连累他们失去更多的赚钱机会。之前不是有很多明星出轨吗？广告代言都没了。所以你用这种逻辑去想，元宇宙和 NFT 能不能玩，怕不怕崩，是不是赌博呢？如果你也想透过元宇宙 NFT 创业发家致富的话呢，你一定要把这部影片看到最后，很重要啊！我将会把所有大品牌无中生有的招式传授给你，我会一步步的告诉你怎么把苹果公司的故事营销套用在销售 NFT 上面，都是本人的独家心法。建议点赞，然后在播放列表里面找回这部影片。而我还是要强调一下，这频道的存在是专门培养老板、企业家、有钱人的。如果你不想错过这些资讯，你可以考虑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打开小铃铛。首先，你想要把 NFT 卖出去，又可以卖得贵，你必须要建立一个品牌。对的，品牌就是为什么一瓶水都可以卖1000块美金的秘密。那品牌这虚的东西该怎么建立呢？第一步，讲故事。这几年我最佩服的品牌之一就是 Dyson， 我们一起借鉴它的智慧啊。它有一个铝性的卷发棒，别人卖几块美金，它能卖几百，贵上100倍啊。那有没有人买呢？但这产品一年就赚几十亿美金啊。大家仔细听啊，这是空手套白狼的基本功啊。当时 Dyson 产品的广告文案呢，什么女生的卷发棒啊、吸尘器啊等等，常常被人分享，疯狂刷屏啊。它的 marketing 就做得非常好，它不像传统的广告，直接说我有什么功能，有什么地方可以购买等等，而是把自己的创业经历分享出来。这 Dyson 的创始人经过5000多次的失败之后呢，依然坚持下去了。他卖掉了自己的房子，也要去搞研发，一搞就搞了5年，期间呢还不断的烧钱。那么普通人看到这里，是不是看到了差距呢？
为什么一个人可以放弃了一切，奋不顾身的去搞事业呢？当时的我看到非常有共鸣和感动啊，因为我自己就是这么走过来的。戴森就像爱迪生发明电灯一样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，这种就是工匠精神。而这戴森呢，现在已经70多岁了，已经拥有了几倍都花不完的钱了，但依然坚持每天亲自去做研究。连这种身价的人都这么干了，那你呢？整天说没钱，抱怨，说年轻人看不到未来，买不起房，但说句公平的话，你为你的人生死磕过吗？所以这样的故事呢，就把戴森这个电器品牌包装成了公爵精神的代言人。我花钱去买戴森的电器，买的就是这种精神。品牌有3个境界，也就对应着人的需求。第一个境界叫记住，第2个境界叫喜欢，第3个境界叫追随。那么戴森就把自己包装成高科技研发、公爵精神、小家电里面的苹果这样的一种精神的代言人。这是一种生活品味，是我们人类对于创新的追求，也很符合戴森的定价。因为会用几百块美金买这东西的人呢，都是有消费能力的，而这些有消费能力的人追求的往往都是这些。而如果你没有试过这种共鸣感的话，你的格局和身价就需要调高一下了。所以很多人包括我自己，当看到这篇文案的时候呢，我内心的情绪就被唤醒了，产生了一种类似于教徒追随教主的精神共鸣感。那么这就是直接达到人的第3个层面，精神诉求的层面。你像以前去打仗，为什么那些军人敢去卖命啊？因为国家这品牌做得好啊，保家卫国，你立军功就是英雄嘛，后世会记得你嘛。当精神层面超越金钱层面的时候呢，你的东西就可以卖得更贵了，贵得如人命啊。那么当你接收到上面这些心法之后呢，接下来你就可以去 NFT 创业了。如果你怕被割韭菜，你不做买的人，做卖的人不就行了吗？你成为了上游不就行了吗？而创业最困难的事，也就是很多人胎死腹中的事，只要你把这件事解决了，毫不夸张的讲，其他的技术都是多余的。这个困难呢，就是怎么才能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你的产品，让你的 NFT 曝光啊。品牌建立了又如何呢？怎么才能解决品牌传播的问题啊？那么现在是互联网的时代，你现在搞的是 NFT， 所以品牌的传播离不开网络。你可以透过文案、透过影片、透过直播，但这些都离不开3个字：自媒体。当你无法像天王巨星去拍电影、拍电视剧的时候呢，自媒体就是你唯一可取的工具。而且这工具更直接成交你的 NFT 啊，你不可能拍一部电影然后去宣传你的 NFT 吧？但是互联网不一样，没有地域、语言、时间的限制，这世界比病毒传播更快的工具就是互联网。那如何传播呢？赶快在影片描述上的第1条连接，免费的报名我的培训，完全是免费啊！唯一的门槛是有人数的限制和不能重播。那么接下来我就告诉你怎么建立 NFT 的品牌。这 NFT 的世界里面有个老大叫 CryptoPunks， 他一个像素头像就可以卖到1000多美金啊！而这一组头像呢，一共有1万多个。你看这个图片呢，我个人觉得老实说也不漂亮，我觉得你去学1个小时都可能会设计了。但我告诉你，这头像落在你手里，不要说卖成高价了，你甚至很难卖出去。我问你，你怎么包装这些头像？你卖什么故事？卖什么精神和文化呢？我先说一下为什么很多人买啊，就是很多人觉得这头像跟现实的某个人很相似，可能是他自己，或者是他的家人，又或者是名人。你像乐叔就找了一个跟他很像的头像。那么我身边的朋友呢，也持有3个 CryptoPunks， 他的收藏品中有2个长得很像他的女儿，另外1个呢就长得很像他的妻子，所以他才会去买这个作品。那么有一家公司的 CEO 告诉我，他们公司也投资这些东西，他们的策略就是收集那些长得很像名人的朋克头像，就好像以前玩网域一样。你比如说，我看到阿里巴巴这家公司很有潜力，所以我提前买了阿里巴巴 .com 的网域，然后等阿里巴巴成名过后，我再卖给他，这比投资股票赚得多了。你同样看好一家公司，你可能几十块美金买了他的网域，然后几百万卖出去，所以从长远来看啊，如果元宇宙发展起来， CryptoPunks 更火爆了，这些名人想在数字世界里面拥有一个新的身份形象的时候呢，而如果我们收藏了跟这些名人很相似的朋克头像，然后你将来再卖给他们，就是一种最暴利的投资了。所以大家投资 NFT 也是有策略的好吗？不要像羊一样都去一窝蜂的投资那些没名气的人的自拍啊，到时候你买回来卖不出去就不要回来找我啊。所以这个 CryptoPunks 呢，卖的是什么精神和文化呢？卖的是我们
人类对于元宇宙的精神寄托物，比如说一款新的皮肤，一个很特别的 emoji， 一个很特别的头像，用来标志我们在新世界当中的身份和地位，这样不是虚荣吗？艺术和品味这东西呢，跟虚荣只是一线之隔啊！你找到这种感觉了吗？说白一点啊，就好像你在传说对决去花钱去买新英雄、新皮肤一样的，这不仅仅是数字的艺术，我觉得更是一个数字的身份，特别是在我们年轻一代，有数字身份的重要性，其实早就已经超过了物理的身份了。你看，你到一个新的地方，那个当下时刻重要呢，还是花一整天拍照然后 po IG 重要呢？我想是后者吧。而这个趋势呢，只会加速，不会逆转。在不久的将来啊，身份肯定会完全数字化。你在网上的身份呢，将会比现实世界的身份更加重要了。你的朋友想起你，不再想起你的外貌，而是你在虚拟世界 NFT 头像啊。所以你说 CryptoPunks 这个故事讲得好不好啊？他这世界观真的太牛了。所以人家 NFT 就卖得非常好，它代表了一种精神，一种文化，再加上 Blockchain 加密技术，你的产品将会独一无二。你找到感觉了吗？不会说简单的把图片甩到 OpenSea 上，然后愿者上钩就赚钱了。你要弄一个官网，而这个官网一定要有包装的概念，卖你创造的世界观，这其实也不难搞。现在设计网站非常简单，有很多的模板，但我没有接业配，我就不推荐了。而讲完了故事，第二步就是要行动号召。你看完了故事，只是觉得很佩服、很喜欢，但你没有购买的欲望啊。没有购买就没有成交啊！你再好的产品设计出来没有人买，你公司也得倒闭。所以学营销的人也要去学一些心理学，你要把人的潜意识激活。那么以下我讲的话，你用来追女生或者操控人性也适用啊，但大家不要走火入魔。很简单但很实用，就是模仿定律。因为潜意识它不是用逻辑去思考的，而是基于模仿的。那么模仿从何而来呢？一个事物要发生模仿行为呢，它需要有两个要素。第一个是模仿的对象，就是你要塑造一个模仿的对象嘛，让顾客知道我该做什么行为。我们学习一下 Dyson， 他只是放了一个顾客见证。他之前是买便宜的卷发棒，后来呢，她男朋友情人节给她买了 Dyson 的卷发棒，她感觉在别人面前就很有面子，她感觉男朋友很爱她。这你听懂了吗？职业做出了人喜欢攀比的心态啊。为什么球星 Curry、拳王泰森、偶像周董，他们都把社交网站的头像转成了 NFT 的头像啊？知道在这些天王巨星的社交网站出一个广告 post 要多少钱吗？现在不是出 post 啊，而是直接让他们把头像转了。这代表了什么？这代表了他们宁愿放弃了自己帅气的脸蛋作为他们的标志，改用了这种 NFT 的头像。你知道吗？每个明星都想让自己的脸多曝光，而把头像改成 NFT， 除了是因为他们是 NFT 的持分者之外，更多的是他们的这种攀比的心态也被激发了。这个年头的明星，谁不把头像改成 NFT， 谁都显得落伍了。公众人物落伍了，就没有舆论了。所以你的 NFT 必须做成一个俱乐部的感觉，我陪你去看看别人是怎么干的，这叫做市场调研啊。我们去看看 Bored Ape 无聊猴，很多的名人呢都改了这头像啊，所以它是全世界交易量最大 NFT 之一。它不仅仅是一个图片啊，而是卖了整个世界观和故事啊。在它的官网上是这样写的，这作品呢一共创作了1万多幅画，购买这画呢，除了有这收藏和增值的作用以外呢，还相当于获得一个游艇俱乐部的会员卡，它会授予会员的特权。比如说他们做了一个buff人的空间，一个可以让你在网上画画涂鸦的地方，每一个画作的这个买家都可以到这浴室的房间，也就是给你一个网站，然后让你去涂鸦15分钟。他们整套操作手法呢，就相当于一次创作艺术的体验。所以整个故事的包装啊，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行为艺术。大家听起来很简单，对吧？但你能想到吗？这个就是区别。这只是简简单单的把会员卡的元素加进去。你去剪个头发都接触过这种会员的制度，虽然不是每个人都玩得很透彻，你有兴趣也可以留言告诉我，我看看能不能之后详细的说一下。但大道至简，这卖的就是一种模仿的文化，它圈了那些喜欢搞行为艺术的人。所以大家在设计 NFT 之前呢，你必须要知道你的目标群体是谁，这是 marketing 最重要的，这样你才可以对应你的 target 去创造跟他们相关的卖点啊。而第二是模仿环境，就是让他们看到很多人都在这样做了，你不是我的唯一啊。很多的男生去追一个女生，他们就整天围着一个女生转，这样就在潜沟通里面传达你是没有人要的信息。那么这种男生一看钱包也没有什么钱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不会做 marketing 啊。
而且也不是富二代，因为富二代不缺女朋友嘛，所以也不会围着一个女生转。你要让你的 NFT 大卖，你必须要让别人觉得你的 NFT 是有人买的啊。我呢 Dyson 说明，他之前在一些节日搞活动，一天就卖了1个亿，在某些网店呢，一天就卖掉了10几万件。这数据你看到了什么？我自己就仿佛看到了人潮人海的壮观场景，大家都是蜂拥而上的抢购 Dyson 的产品，那这就是模仿的环境，就暗示有很多人在买，你也要买。你比如说，我看见很多人的 NFT 发上去以后呢，一个购买的人都没有，我笑了。都没有成交的记录，谁愿意当第一个顾客啊？你要知道怎么在淘宝、亚马逊这些电商平台赚钱吗？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刷订单嘛。网上也有很多这种坚持，为什么要刷？除了提升 SEO 的结果，也就是让你的产品推荐在前面以外，更多的就是让顾客觉得都这么多人买了，你再不抢就没有了。我这 NFT 再不买之后你就买不起了。而事实上呢，我发现很多人做 NFT 都是自己把价格炒上去的。当然这种风气我不建议大家做，因为你有一个好的故事呢，已经足够让你大卖了。我也不是教大家 NFT 刷单了，但你自己或者是你的朋友能不能成为你自己的第一个顾客呢？人都是羊群心理的，没有人想要成为第一个尝试的白老鼠啊，怕死嘛。但只要有人试过觉得不错，那其他人呢就会跟风啊。我看见很多人做生意，一开始没顾客的时候就等着第一个顾客来，什么事都不干，那你就等着失败吧。尤其是卖这种精神的产品，我告诉你，我认识了一个书法家，他是怎么包装自己的。他写了很多书法作品，然后送给了很多人啊，这省长啊、市长啊，这商人的领袖啊。但人家要没要我不知道，反正他对外宣传说他的作品被某某人收藏了。那很多人一看就觉得这书法家很厉害，他的作品这么多人收藏，那应该是大书法家，所以很多人慕名而来就购买了。这不就是人为去创造故事吗？那你的 NFT 一开始没有成交，你能不能送给一些名人明星呢？你能不能送给扫地僧呢？我开玩笑啊，但就是这意思。你送给别人，不是说你亏了，因为你利用了别人的名气。我告诉你，明星之间现在不是把 NFT 送来送去的吗？玩的就是这个套路，互相的引来名气，从而推高 NFT 的知名度和曝光率。那么这些关于创业的技巧呢，你有兴趣你一定要加入我们创意商学院，我会直接告诉你做什么项目怎么做。你比如说我自己30多万的订阅是怎么在1年多做出来的，那么这些都是有系统有框架的，是可以复制的，而且我的商学院是永久更新的。也就是说，以后世界发展到如何，只要我认为是大家都适合做的赚钱项目，我们团队都会经过亲身的实践，然后总结出方法给大家。而现在加入，除了前期优惠以外，还可以获得财富自由品书会永久会夹，里面除了有不定期更新的财富自由课以外，我们团队还会解读100本书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可以抱团，我们有一个几千人的群组，大家会在里面互相分享资源和资讯。有兴趣的可以在影片描述上的连接加入，我们可能很快就涨价了。好，那么如果你听懂前面这2步，你已经可以透过 NFT 实现低成本创业赚钱了。但虽然说前面这些营销方法可以让你 NFT 大卖，但这不是最赚钱的，贵精不贵多啊。真正赚钱的方法呢，你必须要透过金融。除了之前我影片提过的方法以外，我最佩服的是一个叫 Hashmas 的 NFT 品牌。先说说这品牌所表达的故事文化。他全球呢找了70多位艺术家，然后去共同创造一个作品，就是每一位艺术家只画其中一小部分。这70位艺术家各自画自己的，比如说有画头的、画脸的、画身体的，每一个人画的部分都不一样。人脸呢可以是这男人、女人、机器人，他们脸上的每一个人几乎都有面具，面具呢可以是老虎、大象、骷髅头等等。包括他们身上的衣服、手里的道具、后面的背景啊，都有不同的元素，都可能是不同的艺术家画的。最后呢，由这电脑随机的进行组合，一共组合成了16000多张独特的数字画。这个已经是很不错的故事了。卖的是一种排列组合的文化，但这样只是营销创意，他们后面还有更多的玩法。他们发明了一种叫做 NCT 的虚拟货币，就像比特币那种感觉的东西啊。然后花1830个 NCT 呢，就可以修改一次画作名字。而这 NCT 的币怎么来呢？第一，当你购买 Hashmas 的时候，就会送你3660个 NCT 代币，也就是相当于
于买了画以后，你可以免费更改2次画的名字，比如说把这个画的名字改成扫地僧，感觉还是很洋气的。每个人都想改成自己的名字嘛，而且一幅画它的名字越好，它的收藏价值感觉都会增值的。第二，如果你持有这作品满1年的话，你也可以获得3650个 NCT， 一次多的命名权嘛，就有点这个比特币虚拟挖矿的感觉了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，你可以在这个交易市场里面买卖 NCT。这样做的好处呢，就是让 NCT 升值，然后产生流动性，让收藏画的人呢更有可玩性了。而这 NCT 的总量是有限的，甚至是通缩的，10年以后将会停止产出 ，NCT 呢就只能被销毁，直到市场上没有流通的 NCT 虚拟代币。那么这时候呢，就没有人能够更改作品的名字了。他们透过金融的属性，无形中提高了画的价值，而且他们还创造了属于自己的货币，玩的已经是金融的模式了，跟银行甚至一个国家差不多了，已经不再是审美的模式了。你必须要开拓你的世界观，真的不是简单的耍幅画上去就完事了，一定要设计模式，设计玩法。但如果你没有这般野心，你想要先赚点小钱，前面说的包装品牌已经够你玩了。讲一个动人的故事，让人喜欢上你的产品，追随你的精神，然后说一下别人怎么疯狂购买，去诱发人的购买行为，做行动号召。只要你能唤醒一部分人的情绪，你就已经赚钱了。这2部分组合起来，就变成了一个成交性的品牌宣传了。而这些是经过很多大品牌证明的，不只是 Dyson， 详细的创业商学院会教。如果你的广告写的特别有故事情节的话，就会有很多人自动自发的分享。他们不会认为这是一个广告，他会认为这是一个新闻事件，因为你包装的巧妙，而且是有价值的，所以很多的网站和新闻它会自动分享。这是最高水平的文字，把文字变成热门的新闻，把文字变成品牌塑造文，把文字变成直接销售促销文。所以一件事等于所有的事，起到了传播、号召、成交3大目的，这是至高水平的宣传做法。那么大家要用心去研究，因为它可以起到一个巨大的传播杠杆效应。广告一下去，客户就来了，口碑就来了，粉丝就来了，销售就出来了。你说这是不是低成本高效率的做法呢？好了，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，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-2句话是有用的，能够帮助到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那么如果你不想错过任何关于成为富人、企业家、投资家、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呢，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打开小铃铛，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。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。好了，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，拜。